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清洗葡萄时，有人加入小苏打，有人加入盐，其实方法都不对的。今天教大家最省事、最简单的清洗葡萄方法。金秋时节，瓜果飘香，很多好吃的水果都成熟了。为什么每次去超市买葡萄还没吃到半串，肚子就有点不适？那是不是吃了打了农药或者激素葡萄导致的原因呢？其实一半一半吧。水果没有清洗干净吃了也会导致拉肚子的，上面会有许多的细菌、虫卵和残留农药，有时缝隙里面还有小虫子。那么葡萄表面会有虫子虫卵呢？因为葡萄成熟后，由于糖分很高，很多虫子闻到味道就会聚在葡萄里面居住繁殖。吃葡萄一定要彻底洗净。葡萄颗粒小，密密麻麻的，所以清洗葡萄成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。很多朋友都用清水、用流动水拿去冲洗，这样无论你洗几遍都洗不干净的。很多人吃了葡萄后拉肚子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清洗干净。清洗葡萄别只会用盐水浸泡了，也别只会用流水冲洗，其实那样里边的脏物是根本冲不掉的。我们需要把葡萄一粒粒剪下来放入盘中，这一步不要嫌麻烦。葡萄一定不要随手摘，因为摘后葡萄会有一个口，在清洗葡萄时很有可能会有虫卵和灰尘，就会从这个口跑到葡萄肉里面，而且还有细菌跑进去，果肉这样裸露出来，在清洗时很容易就导致二次污染，果肉口感容易变味不说，特别容易变质发霉，也不易保存。我们用剪刀把葡萄带着点的果柄剪下来就好，动作不要太大，会划伤到其他的葡萄。夏天天气热，植物特别容易遭病虫，很多吃的水果蔬菜都会打农药。吃这些东西之前要好好清洗。这时候我们来淘洗小米。小米是我们日常主食，每天都需要淘洗大米、小米，所以也会产生很多的淘米水。淘米水浇花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说法，并且除此之外呢，淘米水还可以用来清除果蔬农残。是不是很多人都忽略了淘米水这个宝物呢？用这个洗水果蔬菜超级干净，而且能除油污的功效，用来洗油碗，去油又安全。我家的淘米水都是倒入大盆中，用作各种用途，清洗，无残留，干净又好用。那是因为淘米水属碱性，能够分解农残，并且有粘性，可吸附水果表面化学物质。具体用法也很简单，我们只需要把葡萄水倒入淘米水中，将葡萄抓拌一下，浸泡15分钟即可。葡萄外皮娇嫩，如果用力搓洗力度不当就会破皮，力度轻又洗不净外皮泥土和白霜，这个时就需要用到淘米水这种粘性附着特点来清洗葡萄。这样的方法来清洗葡萄会变得特别的干净，小孩子都可以放心的带皮吃。原理特别简单，小米水它的特性是表皮层溶于水后形成弱碱性溶液，能够综合分解农药残留中的酸性部分，并且对皮肤也没有刺激性，去污效果很好的，可以使粘在葡萄皮上的脏东西带走，会有很强的吸附性，用来清洗葡萄，可以把葡萄表面的脏东西吸附下来。如果只用盐水达不到的效果的，15分钟之后，可以清晰地看到水里有很多虫卵，杂质全部都漂浮在水面上。接着再简单的淘洗就可以，不需要费力去搓洗，也不会伤害到葡萄表皮。这样不断搅动，使葡萄颗粒之间相互摩擦，脏物自然能够有效脱落。不一会功夫，水中就漂浮出很多黑色的脏东西，葡萄也开始变得晶莹剔透，
肉眼都能看到的脏东西，真是没想到看起来很干净的葡萄能洗下这么多脏东西。我们控水脏水，再把葡萄放入干净的碗中，往里边加入少许的食盐，再用清水调化开，食盐搅拌溶解后再浸泡10分钟。食盐水具能够杀菌消毒作用，有浓度的食盐水可以有效地消灭掉葡萄表面的细菌。清洗过后的葡萄也可以多保存2天，而且葡萄的口感很好的。时间到再次把脏水倒掉，用清水漂洗1-2次，清洗葡萄工作就完成了。哇，葡萄看着就很漂亮了。这样清洗过后的葡萄放上几天，也不会出现腐烂的味道。控水捞出，沥干水分即可，葡萄就清洗干净了。每一颗都晶莹剔透，真的特别的有食欲。葡萄皮呢，都可以放心大胆的食用。清洗葡萄不要觉得过程麻烦，毕竟是入口的东西，一定要谨慎小心都不为过。特别是给家里有小孩子的，更应该注意食品的安全卫生。葡萄皮内部含有丰富的花青素，如果买的葡萄皮不是特别厚，味道也还可以的话，就连葡萄皮一起吃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清洗葡萄的方法给大家分享完了，需要的话说收藏起来试试哦。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